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了 Tyson。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快过节了，我们准备给大家做一次白兰地的盲品。都是 XO， 全部都是 XO， 而且就是我们史上从来也没有这么个盲品法 XO。今天呢，3个硬货，轩尼诗的 XO， 人头马的 XO， 还有马爹利的 XO， 也就是说可以说3大巨头。全都在我们面前，然后刚才我们看了一下颜色，然后他又闻了一下味道，最后的结论是放弃了这期盲品。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反正颜色都一样，无所谓。我们可以先试一下第一杯。哦，有没有那种甜腻？无花果香气很重。说实话。喝了那么多酒，我真的没有认真喝过 XO， 完全一次都没有。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完全是给大家仅供参考他们的味道。焦糖，然后无花果，就是有点，哦，我知道了，我是想说葡萄干儿。有一点葡萄干的味道，对，带一点草药的味道，就是青草的那种感觉。这酒给我第一感觉很酸。我是觉得它在尾部的时候有一点发酸，前面还是我舌尖是酸的。它整个的口感还是很，就真的就白兰地的那种柔和，然后那种厚度对，那种圆润感，很圆润，然后比如说有一点口的味道，然后当然那个香草的甘草呀，极致糖浆啊，然后甚至能喝出来一点就是红糖的那个味道都在里面，带一点焦糖的感觉，有点到后面那个有点回甘的那个，它是酒精感在回，不是很多味道在回的感觉，就是那个还不错，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管是谁，今天顶级已经到这里了，已经在这里了。哪个更好喝吧？好吧，我是第2个。来，我们来试一下第2个，因为对他们真的没啥印象。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闻味道，这个味道，这个会比较香，第一个比较香。第一个的香气很直接，然后第2个它的味道有点收敛一点点，没那么明显，很淡，它的味道真的。我能闻见出来那种话梅的味道，我闻出来我最喜欢的话梅的酸酸甜甜的味道，而且很轻柔。在喝梅子酒的感觉，我总拿白兰地的味道跟梅子酒的味道进行混淆，是不是有点像？其实他们那个口感会有点接近。这一款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相对于第一款来说呢，它整个的味道会更轻柔，柔是一样的，其实会更清淡，然后会更清脆一点，整个的口感会很清脆。整个来说要比它要偏清新的风格。这个酒我倒没觉得它们后面没有味道了，它这个味道还长一点，对，而且平淡淡，然后是一点，然后到最后这个让我觉得就是脖子这边就舌头就尾部那个味道很舒服，就是我不喝白兰地的人，我会觉得第2款很好喝，很舒服，这个入口的时候会很舒服。来，我们来试一下第3款。我喝这3杯酒的时候，感觉心在滴血。这3瓶酒它都不便宜，然而回家1瓶都不会碰。没事，我可以。可以放我那里，我可以帮你喝。这个跟那2个都不一样。闻到了那个孜然的味道。孜然羊肉，给我感觉在孜然羊肉上面又淋了一层柠檬汁上去。所以它带有一点点那个青色水果的那个酸味，然后有点枣子的味道。想象吃一块羊肉，放了点籽，然后淋了点柠檬，尝一口。这闻起来还挺好的，闻起来有种胃口要大开的感觉。这个酒有一股就是一款威士忌，一款波尔本威士忌加了水，后面还有油脂感上。对呀，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喝
白兰地，我觉得在喝威士忌。它很像的，是不是？那威士忌。如果是说甜度上面的话，我觉得这两款会稍微有一点点甜，中间这一款没那么甜，会不腻。我会选择第二款多一些，就是第一款可能是因为有点太腻了。对，这一款就更甜了。这可怎么猜呢？猜不出来，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说一下啊，就是他们3款酒的它的风格在哪里。我们先从它的，就从最老的那一个的话是马爹利。马爹利是最古老的品牌，它应该是创在15年。这么老呢？它是属于最古老的那个白兰地的那个生产商，然后这个品牌，然后那个再下来呢是那个人头马。人头马也是香槟区里面他们自己当地的唯一的一个是当地的农民自己去创办的一个，而且这个公司到现在它都没有上市。最大的优点在哪里？它最大优点就是它只使用那个大香槟区跟小香槟区里面的好的葡萄。因为我们知道香槟区里面它最核心的地方就是那个就大香槟区、边缘区。关于我专门做了一期关于 XO 白兰地的视频，大家可以点击我的链接，然后继续介绍的那些。然后好像那个马爹利的话，它基本上使用的是那个就边缘区的葡萄会更多一些。但边缘区也算是不错的，就这几个，而且这几个园区。对，然后轩尼诗呢，就是也算是说以边缘区还有那个叫做植林区那一块的，那个也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觉得其实都是大批量生产。对，都是批量生产，都是批量生产。只是说他们可能在味道上、风格上，其实我们这样喝下来，3款的味道风格各有各的不同，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自己要推荐的哈，我推荐它。我会推荐。因为它整个的层次感真的做得。对，我就知道你会选那个，因为它更像威士忌。对，很像威士忌，它的整个层次感特别好。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更像梅子酒。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明明在喝顶级 XO， 然后2个人是乱来吧？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吧。好了，我们已经写下我们的答案了。第一个你选的什么？要错一起错。要错一起错。第一个是 XO， 轩尼诗。第二个我选的马爹利。马爹利我也选的马爹利。第3个是瑞米。然后导演在偷笑，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这3瓶酒好贵呀！真的是有这3瓶酒的钱，我可以买到多么好的一瓶威士忌啊！好，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俩只对了一个，就是中间的这个马爹利。然后呢，它真的不甜。第一个是瑞米，最后一个是 Hennessy。因为之前我们尝过瑞米这个那我帮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价钱。现在他们的价钱最贵的是轩尼诗 XO， 要到200多一点的美金，然后大概是220，这也差不多200。这200，这也是200。这个最便宜的。这个我们买的是一个普通版，也是200块钱。对，差不多。真的是心在滴血，有600多块钱，我可以买一个多么好的高年份的威士忌自己回家喝。这3瓶酒搁在家里，真的是完全不会动。我们中国人的市场来说，其实这款酒它应该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甜。因为甜，就好像我们喝 Herbal Swan，对吧？和 Macallan， 因为甜，因为它的味道没那么复杂，它就是比较很容易入口，而且它的整个的酒体是很圆润的，它是有更多的那个圆润的那个感觉，然后如果说喜欢那个就是说不要有那个太甜的，然后喜欢轻柔一点点，入口舒服的。那其实真的马爹利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的好，非常出色。轩尼诗呢，其实我觉得他把整个的层次感做得特别好。这就是啪啪打脸。刚才也不知道我们2个踩了半天轩尼诗，然后现在觉得轩尼诗是最好的一个什么东西。他真的在层次感上是做的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投资莫过于 LV 啊，真的。要不人家买 LV 会去买轩尼诗，这是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这么认真在
品尝它，就是说不看的话，没有带主观意识的里面去尝它，然后其实喝下来真的我会选择它，我觉得还不错，也是值那个价钱，难怪这么多人喜欢轩尼诗。对，而且轩尼诗的限量版，它的有一个金葡萄系列，金葡萄的那个很老的，卖到很贵，现在就炒。反倒你这3款酒，反倒人头马的价钱是一直没有保持在那边。它虽然它路易13一直都在涨价，就这3款酒完全没让我，就喝完了脸也不红，然后也不醉，然后也不晕，可以一直喝的那种感觉。这是跟威士忌的区别，很多威士忌做的不好的会很烈。对，它这个不烈，这个完全不烈，因为本身也没啥酒精感。因为我们喝的是 SO 级别的。那如果我们推荐的话，我会推荐 X 这瓶马爹利。你呢？Hennessy，对，酒鬼可能选 Hennessy，然后就不是说就一般，如果喜欢顺口一点的话，那就那个人头马。对，就各有各的特色了。对，喜欢不甜的就它。其实我觉得各有特色，3款酒，都可以。我自己喝我会选它喝。价钱200块钱你会买吗？我自己去买来喝，我一般不会。我也不会，就是太贵了，真的。就是开了之后，给我喝，我还可以，我能接受。好吧，就这样吧。反正 XO 的视频你也不会做什么其他，就今天已经做到头了。这个 XO 的视频，除非来个路易13，打住，太贵。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